大家好，我是邱炳，我现在在陕西西安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啊。我们今天来看一看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有点下雨，灰蒙蒙的。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叫做长营宫，是蒋介石当年在西北的行宫啊。就蒋介石当年来西安就居住在这个地方。这一块呢，也是在一个山崖上面一样的，里面有一些窑洞，还有一些地面建筑。我们来看看蒋介石当年居住的环境是什么样的。蒋介石和宋美龄在这里都居住过好几次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在长营宫里面了，可以看到眼前这些都是些窑洞。它这一些窑洞是都见过的了。这个窑洞跟我们平时看到直接的黄土窑洞不一样，它里面可能是砖的结构。它这个就是这个山崖上面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下面、上面，它等于是在半山腰。这个蒋介石的行宫是谁修建的呢？是那个当时的那个胡宗南呢，在那个这边修建的。因为当时属于抗战时期嘛，40年代左右属于抗战时期。那蒋介石经常要来西安，所以呢，当时胡宗南就为他修建了一个这样的那个行宫，要求安全隐蔽。所以呢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树木比较茂密，然后不容易发现，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修建了，并且离当时的黄埔军校的分校很近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蒋介石在西安的秘密场所，也是在西北的唯一行宫。里面设施齐全，并有紧急逃生和防空的密洞。蒋介石和宋美龄1941年到47年共有3次在这里居住。我们来看看，像旁边那里可能就是一个密洞啊，高不高？他的蒋介石的卧室是在前面一点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我们往前走，前面有一个亭子，这个亭子也有特点，去看一看。这个亭子啊，在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整个行宫的最高处。这个灵感石就是当时传说救那个祈福亭、祈福带、祈福家庭、事业、爱情这些东西。这个是一个观景亭，也是古亭子，6根柱子的，建于1940年。就是在这个亭子啊，那个是行宫的最高处，坐亭远眺，视野开阔，心旷神怡，并且呢，蒋介石经常在这里看书、饮茶、观景。然后还有一些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大员，就是他手下的官员，在这里商谈事情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包括现在也是，如果大家不可能一直在房间里面，累了可能要出来散散步这些，或者在这个地方喝茶。然后在这个亭子啊，远处就可以看秦岭，然后看旁边的浩河。只是说现在天气不太好，这个浩河也是在前面，然后对面就是秦岭。我们现在往前面走，前面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来这边居住的地方，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住房、卧室这些。在亭子下来的第一间房子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知道，自古以来女子爱打扮、爱化妆，那么这间房子就是宋美龄化妆娱乐的房间。就是这样的房间布局，有钢琴，那个有化妆镜、穿衣镜，你看化妆镜这些。就宋美龄来这个地方3次，都是在这个地方化妆、弹琴、消遣娱乐。因为宋美龄也是属于我们说的比较好的家庭出身，所以呢，知识也比较丰富。我们经常说，宋美龄也出国，她英语也很好，所以说她那个会弹钢琴这些，就我们说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样的。里面那个环境还是挺大的，像这边就是那个更衣镜。所以他这个如果说蒋介石跟其他人在谈事情，他可能就在这里娱乐，弹钢琴消遣一下。大家看到这间房子没有？这个就是蒋介石的卧室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就是蒋介石休息在这里休息啊。就是如果日本的飞机来了，那么前面还有防空洞，还有密洞，他们就在那里面休息。所以呢，有内外之分。这个就是他那个蒋介石的卧室。大概里面面积是126平方米，有分为内外结构，就是外边呢，这里呢相当于就是说办公室、会客厅一样的，他有人谈事嘛，因为蒋介石他不可能一个人来嘛，所以呢就这个地方，外套间、内套间，他一般如果有客人来了，他就坐在这里，或者坐在这里跟人谈事，那边还有一个他的画像。
这边是我们的中山先生国父，然后里面呢就是相当于是他的卧室。这个相当这种大家见过没有？躺椅，然后更衣镜、座椅、衣柜这些，还有钟。这个就是他的床，他在这里休息。就是说蒋介石和宋美龄3次来到这边，也是在这边休息。那个是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啊，那个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时候，宋美龄穿的婚纱照吧，是这个样子。它这个是一个8面形的啊，就是大家房子是8面形的。我们说4面形，它这个是8面菱形的房子，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布局，你看看角。这边呢是什么呢？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地方过去都是防空洞，还有一些警卫居住的地方。防空洞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假如说日本人来了，就日本飞机来了，蒋介石躲在防空洞里面。等一下我们单独看一下，这里面就是会议室以及那个办公室，大家可以仔细看看。这里面的布局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每次来西安来行宫这边肯定是有事情的，有公务在身的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是处理公务就在这个地方。你假如说胡宗南来见他，可能就在这里，因为当时的那个黄埔军校7分校就在附近嘛。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，那肯定是要在这里嘛办公的。在这里发现一棵树啊，挺有意思的，这个叫做连理树，我们经常说俗称的那个鸳鸯树啊，所以比较罕见。这个呢也是这个行宫的一旗，象征蒋介石和宋美龄之间的暗行。在这个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旁边有一棵树，这个树是什么呢？是桂花树，是当年他们亲手种植的。因为宋美龄喜欢种树嘛，她也算是一个我们说的那个时候的大小姐，琴棋书画，精通，文化比较高一点，所以呢，她就喜欢这些。然后南京嘛，有很多梧桐树，大家去南京的话，大街小巷，包括紫禁上很多梧桐，而且是法国梧桐。那边也是很多蒋介石当年为宋美龄种植的。那这个树呢，叫做那个桂树，长了差不多现在80年了，也这么茂盛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，有他们很深的那个生活足迹啊，当时。而且有一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像很多那个时候的几十年前的房子啊，不像我们现在房子都是四方四正的或长方形，它都叫做多边形。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。我们看看这个房间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地方是那个餐厅，就当年他们住在这里要吃饭了，也是建于1940年，这里都有介绍。这边大，中间小，然后大。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有空可以来逛一逛，看看几十年前的房子是什么样的，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刚才说了吧，中间小，两头大，因为是什么呢？它这里既是厨房，同时也是一个议事厅。这个行宫我们就看完了，准备出去了。环境确实非常不错啊，走在一个半山的崖上面，就跟我们走在那个黄土高原那个窑洞上面的感觉是一样的。